8月份的加密货币市场疲软，就像我在月初说过的，这是一个波动的月份。果不其然，我们在这个月创下了新高，然后呢，就在刚刚我看了一下价格，我们最低曾经跌到110900。在这样一个波动的月份，上周我们又看到机构大量的卖出比特币现货 ETF， 进一步又加剧了整个下跌的走势。那么有在脆上关注我的呢，会经常看到我分析一个群体的行为模式呢，就是短期持有者 short-term holder 的行为模式。这群人通常是代表他们持有资产，比如说像比特币少于155天的人，或者是少于5个月的人。这群人呢，在统计学上，他们的行为模式跟长期持有者是有个非常巨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做链上数据分析的时候，会特别把这群人拎出来说，这群人对于价格特别的敏感。也就是说，当他们没有持有某个资产的时候，如果这个资产价格上涨，他们非常可能会去 FOMO。那如果说他们持有这个资产呢，不管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拿不住，然后把这个资产抛售。所以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可以给投资人一个概念，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囤币了，或者是如果你是波段操作人员的话，我们根据观察短期持有者的行为模式，也可以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卖，那也许就是我进场的时候。今天这集影片当中会解释几个数据我平常观察的，然后给大家分析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数据来看一下吧。我们先到 Glassnode， 那到 Glassnode 之后呢，到 BTC Bitcoin 下面找这一个 dashboard， 这个是 Bitcoin Short-Term Holder Realized Price 跟 MVRV。 那如果你没有 Glassnode 的 Pro 版本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些免费的链上数据分析平台，比如说 CryptoQuant， 它也有提供相似的数据。那也许它的历史数据比较少，但是在看近期分析的话是免费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上面有的数据有什么呢？首先灰色这条线呢，就是比特币的历史价格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到最新的大概1小时以前的数据。然后蓝色这条线就是我们的短期持有者的 realized price 已实现价格。那什么是已实现价格呢？简单来说就是短期持有者的购入成本均值。那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他们的购入成本。那在历史上我们怎么用这个数据来做分析呢？我们可以分为牛市跟熊市。我们先把 MVRV 这部分我待会儿会讲，这部分先返回，我们专注在这个短期持有者指标上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轴拉长，在过往的几个周期，我们先来看这个2015年到2017年底的这个周期，这是一个牛市的大波段。那在这个牛市大波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比特币价格当它过热的时候，它势必会经过一个回调。它回调的时候呢，通常能够在短期持有者的平均成本这边找到一个支撑。我们看过好几次都是这样。那它即使跌破的话呢，也不会在低于这个短期持有者 realized price 下面太久。这是在上一轮牛市。那我们来看这一轮牛市。那这一轮牛市呢，我们的平均回报是降低了，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短期持有者成本还是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当价格回调到短期持有者成本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反弹。那当然它也有跌破过，但通常跌破的时间不会太久。我们可以看这段时间是从8月14号2023年到10月13号，所以也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这边稍微长一点。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就是在牛市，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市场是仍然在牛市持续当中的话，当比特币价格接近或低于短期持有者的购入成本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开始囤币的时期。或者你如果是波段操作者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可以买入的时期。那等到它稍微往上走，价格上涨之后，你就可以卖出，然后去赚这个波段的价差。那这个是在牛市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熊市的时候，这个可以怎么使用呢？我们在这一段从2018年的1月到2019年的3月，这个是熊市的时期。那在熊市的时期呢，刚好就相反过来，你会发现短期持有者的成本，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阻力位。也就是说，当比特币价格试图想要突破这个短期持有者的成本的时候呢，它就会被阻挡，然后继续接着下跌。所以在熊市的时候，这个短期持有者的平均成本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阻力位了。接下来看 MVRV 这个指标。那在 MVRV 这个指标呢，你会看到有3个颜色。绿色的部分，这个区域是 MVRV 大于1。稍微重复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 MVRV 是什么？ MVRV 就是 Market Value to Realized Value，
那对于短期持有者来说，它的 market value 就是市价啦，除以它 realized value 就是它的成本价，如果大于1的话，就代表它现在是处于一个获利的阶段，那不见得卖出，它是属于一个获利的阶段。那如果小于1的话呢，代表它处于一个亏损的阶段。所以这个也反映了短期持有者的情绪，然后情绪会影响他的买卖行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黄线是 MVRV， 对应的是最右边的这个指标，对应在历史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我们作为投资者可以参考的指标。那怎么去参考它呢？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分为牛市跟熊市来看待。我们先把这个牛市阶段的时间抓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MVRV 怎么样对应到我们的买卖行为。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一个牛市上涨的阶段，基本上 MVRV 很少会低于1。那当它低于1的时候，通常也代表着一个 local bottom， 就是局部的底部。所以在牛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 MVRV 小于1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机会。当然这是指波段操作，这并不适用于当冲，或者是你是一个 short term trader 或者是 scalp trader 的话，这就不适用了。我们说波段交易员或者是囤币党，这个指标是很好用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牛市的波段，就我们这个牛市的波段。我们这个牛市的波段呢，其实比较温和的牛市，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处于短期持有者是处于一个盈利的阶段，但是有这么几次呢，它是在一个亏损的阶段。那在亏损的阶段呢，很明显的相对应比特币价格灰色这条线，它就是相对的 local bottom 局部的底部。那当局部底部出现的时候呢，对于 DCA 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机会。那在这张图上面还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这一轮的牛市，从2024年到现在，尤其是2025年，我们的短期持有者的 MVRV 似乎到了 1.15、1.2 的时候呢，好像遇到了一个无形天花板，然后我们这个价格每次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就会下跌，很有趣。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并没有达到一个之前牛市那样子高的 MVRV 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不管是跟2024年比较起来，或是甚至前几轮的牛市比起来，我们现在的 MVRV 值是越来越低了。而且刚刚看到就是在这一轮牛市，我们的 MVRV 尤其在2025年似乎到了 1.15、1.2 这附近就遇到了一个阻力，所以也造成我们的比特币价格目前迟迟无法上涨，动能非常不足。但是如果以下跌来说的话，目前短期持有者还是属于一个获利的阶段，他们还没有达到亏损的阶段，然后所以我预期这个价格还要继续往下掉。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指标是 NUPL， 它叫做 Net Unrealized Profit Loss。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一个观察投资者行为的一个指标，那我们特别把它分出来，专门去观察短期持有者。那在 Glassnode 上面你就可以打 Short Term Holder 的 NUPL。 那在这个指标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因为它直接用颜色帮你区分出来了。绿色、蓝色呢就是处于一个非常积极，市场在一个非常热的阶段，黄色呢就是代表一个乐观，继续向上，在牛市了。那橘色的话呢，就代表我还是抱有希望的，我们还是在往前走的。那么红色这一块呢，就代表说短期持有者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亏损地带，他已经放弃了，已经出场，他准备出场了这样子一个阶段。所以我可以看到历史上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橘色的阶段。那我们还是一样分成牛市跟熊市来看，我们可以从比较明显的早期的话呢，由于入场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市场反应会比较大。近期由于越来越多的机构入场，机构带来大资金，对于市场来讲也是好的，因为让市场更成熟也更稳定。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个牛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橘色甚至有一点黄色，然后甚至到达绿色的阶段。那在这样的一个牛市当中，我们如果从长期来看，当你市场进入了一个黄色甚至绿色的阶段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这几乎是已经到顶了。那如果它继续往上的话呢，也不会上去太多，因为市场的行为就是这样。当短期持有者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欢乐、非常狂热的阶段的时候，他就要准备出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再进场。那什么时候适合进场呢？就当你看到在一个牛市当中，当你看到红色的这个指标出现的时候，那 NUPL 变成红色的时候，代表是一个局部的底部。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几次红色出现都是局部底部，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 NUPL 的 Short-Term Holder 的行为模式呢，在这轮牛市也并没有差异太大。这个最明显的，这一波的红色区域当中，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局部底部，它时间大约维持了从2月份到4月份，维持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晓得，就是短期持有者的行为模式，它即使是已经到了一个谷底，它也有可能会维持2到3个月。但到目前为止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牛市仍然在持续当中，因为我们从短期持有者行为模式来说，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黄色的阶段。那在2024年的3、4月的时候，曾经有达到黄色阶段。那这短短1个月不到的时间，确实带动了一波山寨机的起来，但时间是相对短的。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牛市是相对温和的，而且我甚至觉得说比特币的未来走势将会是一个持续上涨。所以你问我牛市结束了吗？从这张图来看，短期持有者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欢乐、非常快乐，甚至我们散户都还没有完全进来的情况。我认为牛市是在持续中的。只不过就像我之前讲的，即使是在牛市当中也会有一个健康的回调，而且从我们的 MVRV 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达我们的局部底部，所以价格仍然是有往下调的机会的。但是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即使往下调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牛市尚未结束，所以对于囤币党或者波段操作交易员的话，相对低点还是值得布局的。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比特币是不是要继续下跌。那从刚刚短期持有者的行为来分析的话，那目前还没有达到短期持有者的痛点，所以呢，目前看来它确实是有下跌空间的。然后我们再对应回价格走势上面来看的话，目前比特币是已经跌破了这日线50日均线，然后 MACD 的动能也是偏弱的。那我们如果把它拉长到周线这样子的一个范围，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价格，确实比特币已经上行了非常长一段时间。那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要观察的是比特币在整个加密市场的占比是不是有下跌的迹象。如果下跌迹象的话，山寨机是有机会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是比特币它不能够跌得太过分了。它跌得太过分的话呢，它其实会拉着大家一起跟它下跌的。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周线之后，我们确实看到目前比特币下跌的状况是有一点激烈了，所以也难怪我们其他的加密货币一直跟着一片红。那 USDT 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观察的，其实 USDT dominance 可能会比 BTC dominance 更要重要，因为这完全反映了市场现在投资人的情绪，是不是情愿把资金从市场撤离呢，或者是暂时停在稳定币这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稳定币 USDT 目前是有一点回涨的状态，但我们不希望它回涨到超过 4.5%， 回去的话呢，就有可能会继续带动加密货币的下跌。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说的，我们今天是观察链上数据短期持有者的行为模式，来分析比特币继续下跌的机会有多大。那从短期持有者的行为来看呢，比特币确实仍然有下行的空间。不过呢，好消息是这个牛市结构也还是没有被破坏，所以根据短期持有者的行为，投资人不管你是 DCA 也好，或者是你是波段操作者也好，根据短期持有者的行为，你可以来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入场或者是出场。不过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做投资决定的时候，绝对不能从单一维度来分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在这一轮以后，机构的 ETF 数据也是很重要，决定价格走势的关键的链上行为数据。所以我未来再找时间跟大家分析 ETF 数据对于价格走势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